什么是三角梅正确的控水方法才能促进开花？这个视频讲清楚，别把花给控死了。咱们一定要记住，控水是方法，它不是目的啊，它不是为了让土一直干着把花控死。三角梅控水促开花的原理是根据植物啊，让它随时感应到断水的一个危机感，那么更加促进它对下一代的一个繁殖，也就是开花的一个作用。控水并不等于不浇水啊，控水并不等于让土一直干着。控水的本质意义是让你人为的能控制土壤湿度，那么是让土壤保持一个偏干的状态，并不是一直干到极致。偏干就是指土壤潮乎乎的，衣服甩干的那个湿度，它对植物来说啊，它就可能就是偏干。如果说你的土质过细，瓷盆啊，这个土干的比较慢，你可以延长浇水周期。如果是塑料盆，土壤干湿循环比较快，那么咱们可以控制什么？控制浇水量。咱们可以少量的沿盆边浇水，让土壤啊保持一个偏干的湿度，要让土壤特别的一个湿润，这样也是达到了控水的一个目的啊，让植物产生危机感，随时都可能断水。那么增加它花芽分化的概率。那么我利用控水去给三角梅促进开花的时候，控到什么程度？一般情况下，盆土变色了啊，盆面的土完全干了，我会控制浇水量，沿着盆边去浇水，少量的去浇水。那么如此反复多次的进行控水，叶片越长越小啊，深颜色品种的三角梅顶端出现红色，代表它要开花了。浅色的三角梅品种新叶越长越小，代表它要开花了，控水成功。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就要稍微的提高一点浇水频率，还有什么浇水量，这样这个三角梅能够顺利的开花啊，它不掉花。不然的话，水分不足，三角梅开没开开呢掉了，还有底部咔咔的黄叶啊、大烂叶，都是因为咱们控水过度导致的啊。那么三角梅开花它有一个必要条件，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充足的光照。你就使劲去晒它啊，晒的同时咱们肥力要给足。那么咱们在浇水的时候，是吧？可以给它兑一点这个观花的营养液，浇水就给，连着给啊，利用控水的一个小方法、小技巧，再配合光照，还有这个养分的一个补充。那么三角梅开花比较快啊，花量比较大，比较多。那么这个是三角梅控水促开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小方法、小技巧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哎呀，完了！三角梅换完盆以后，哗哗的掉叶黄叶啊，哗哗的掉花苞，怎么办？这花是不是要死了？叶片整体下垂萎蔫不滋了，这个花是不是要死了？那么我来教你啊，首先你别慌，就是三角梅对环境比较敏感啊，就你买了一颗三角梅，即使你不换盆，它也会掉叶片、黄叶片、掉花啊，花还没打开呢，哗哗的往下掉，这些都是 OK 的、正常的。咱们看哪儿啊？咱们把花盆端起来看叶片的侧面，叶片和枝条之间它有垂直度啊，它没下弯，能不能明白啊？它没下弯，它有垂直度，证明这颗三角梅没有问题 ，OK 的。你可以理解为它白了几根头发，掉了几根头发啊，你不用去给它做磁共振，你也不用给它做吸体，对吧？没有问题啊。第二看哪儿？看咱们换完盆以后，三角梅的顶芽，顶芽没有耷拉萎蔫，顶芽没有下垂，那么怎么样？三角梅有没有问题？它在恢复，它在生长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咱们可以给它用点这个刺激植物长根的啊，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让植物快速的长根，长根以后，促使它的新芽啊和侧芽长得更快，这样你就放心了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三角梅换完盆以后啊，整体的叶片全耷拉了，全萎蔫了啊，它没有角度了，它负角度，它向下生长。啊，你甚至你一摇晃啊，它哗哗的掉叶，是吧？叶片留不住，这个是什么原因？根系啊，根系动的太狠了。咱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把盆边的土啊往下压一压，先排查根系虚不虚的问题啊。压完以后，把盆面多余的土给它拿掉，让盆面露出来点的小根儿啊，这都没有问题，让空气能进去，根系能够尽量的去呼吸。这时候啊，你咔咔长根的微生物，你也可以给它来点啊，它不烧苗啊，我倒的很多，它不烧苗。是吧？你少来点就可以。咱们把它所有的顶芽啊，所有枝条的顶芽位置都给它掐掉啊，或者剪刀剪掉，不要过多的修剪枝条，你也不要夸夸剪的就剩杆了。顶芽剪掉啊，叶片萎蔫的你要保留。看到枝条没有发黑成绿色啊，那么就观察它的侧芽，侧芽生长出来，那么就 OK 了啊。刚换完盆养护期间啊，还要注意三角梅的盆土不要去控水啊，你要保持盆土的一个
湿润度啊，一定要保持盆土的一个湿润度啊，湿润。它偏向于生根和长叶啊！你别说，哎呀，这花掉没了，我要看花，我要催花，学着控水催花，不行啊！你把根控干了，它就死了啊！因为你刚换完盆，是吧？它一定是有个恢复期啊，整体机能变壮了，整体它后期生长的根系和叶片对称了。你用完这个开花长根肥啊，1个半月以后啊，这个三角梅根系长出来很多啊，顶芽长得很旺盛，那个时候适当的控水。去催花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上午的光，盆土保湿啊，盆面微潮就可以浇水。三角梅还是很皮实的，只要是你不过度惊慌，它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放在一个稳定的地方，不要来回去挪它啊，也不要去着急给它催花。那么这样啊，三角梅是非常大的概率它能缓过来，没有问题啊。